将军，末将愚钝。现在我关宁铁骑仅8000余众，再加上各部兵勇，仍不及5万之师。倘若是正面迎敌，损兵折将不说，只怕功败垂成啊！既然如此，将军何不请朝廷火速派兵增援？朝廷现在正忙着平定内乱，指望他们即刻派兵援我辽东，时间太过仓促，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将军凡事为大局着想，真是难为了将军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派人盯紧敌军的一举一动，以静制动。倘若敌军胆敢正面来犯，我们也只能玉石俱焚，殊死血战了。启禀将军，山海关总兵满贵参见。什么？满贵？他怎么来了？末将满贵参见将军。相公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儿子啊！住口！议事厅内只可谈论军情，不可言说其他。来人，山海关总兵满贵擅离职守，拖下去斩首！将军。相公，满贵将军是我跟孩子的恩人，你怎么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令杀他呀？如果没有满贵将军，我与孩子早已经死在那些乱军的手里了。是啊，将军，凡事得先弄个明白再说。不要再说了，现在敌军直逼长城脚下，满贵身为山海关总兵，竟敢擅离职守，这犯的就是不可饶恕的死罪。启禀将军，末将死不足惜。可是末将扪心自问，尽忠报国，什么时候临阵退缩过？末将不服。大胆！相公，我带着孩子北上，遇到了逃窜的叛匪，幸亏及时遇到了满贵，要不然我和孩子早就葬身在乱刀之下了。之后，满贵将军更是舍生忘死，一路护送我来找你。此恩此德，你怎么能不报呢？无论什么理由，满贵触我军法，若不依罪论处，叫我日后如何服众？来人，拖下去！将军开恩呐！将军开恩呐！方才夫人所言极是，即使满贵将军真的擅离职守，也是为了保存将军的血脉，罪不至死啊！丹丹啊，千万别跑太远啊！爹一会儿就回家了。爹，你每天都写同样的字，烦不烦啊？写一遍就好了。好，爹知道丹丹最乖了，自己去玩，好不好？好，去吧。小朋友，你叫丹丹吗？嗯，谢谢。你看我这个竹蜻蜓漂亮吗？漂亮。送给你好不好？谢谢。先等等，你得先帮我办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把这个锦盒交给你娘。我不认识你，我娘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，我怕我娘骂我。难道你不想要这个竹蜻蜓了？那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。丹丹真乖。娘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丹丹，这是谁给你的？我不知道。你快说呀，到底谁给你的？娘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你那么大声说我干嘛呀？你快说呀！我不认识那个人。丹丹别怕啊。雨莲啊，孩子到底做错什么事啊？用得着这么大声骂他吗？为什么都10年了，还不肯放过我？都10年了。哎，雨莲。爹，你帮丹丹问问娘，丹丹到底做错了什么，惹娘生气了？好，丹丹，爹帮你问问，你自己玩会儿啊。既然将军忧心国事，那就更不该斩了满贵。满贵他骁勇善战，
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将军万万不可意气用事。若要斩了满贵，只怕军中将士心中不服，请将军三思啊！住口！你们都起来吧。满贵，罪将在，此次饶你免死，速返出地，戴罪立功。末将遵命。另外，派人护送剑内犬子，抓紧时间赶回关内。还请将军容禀，为了夫人和孩子的安危，还请将军暂时将他二人安置在驻地的府内吧。满贵，你还敢抗命？末将不敢，但是最近敌军为祸日消，边防各个关口时常有战事发生。若在此时将夫人和孩子送走，沿途易遭不测呀！什么？9000岁吉兆，难道平静的生活对我来说，只是遥不可及的妄想？喋血江湖才是我最后的宿命。不，我不能放弃，我绝不能放弃这得之不易的幸福。雨莲，相公，告诉我出了什么事？我有事儿出去一下。去哪儿？你别问了，我去的地方，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你是我娘子，你去哪儿？难道我都不该问，不能问吗？你我夫妻10年了，为什么你总好像有很多的秘密不愿意告诉我？因为我不想让你讨厌我、嫌弃我。很多事情我不想让你知道，是因为我怕你知道以后会给你带来麻烦。雨莲，娘，你去哪儿啊？带我一起去。丹丹乖，和爹留在家里。娘，你每次出去都带着我，为什么这次不带我？娘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不要乱想，娘怎么会不要丹丹呢？我没有乱想，娘，你不带着我，你就是不要我了。娘，你别不要我好吗？我以后乖乖听话，不惹您生气了。如果你真的不想惹娘生气，就乖乖的陪着爹待在家里。如果娘真的回不来了，等你长大了，替娘照顾好爹，照顾好你自己。娘，娘，娘，娘！爹，娘还会回来吗？爹，你快告诉我，娘还会回来吗？